卢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黔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卢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温壶酒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路已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东君，你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笔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巷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。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系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弗然振剑环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
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。 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，我还有第2剑。好。这是。 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师父。 师父，您怎么了，师父？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先生，再会了。 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，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父。 东君，陪师父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东君，替师父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父，我带您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好不好？
哭什么？师父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，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竟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，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
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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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！父亲。 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林的剑客风流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傅，师傅，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。 才是真正的江湖。回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从此以后，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。 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 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说得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七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儒仙已逝，以你之能。 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，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君。 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，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
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钱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，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
哎，你说他一会儿会坐过来吗？小二，哎，自然。来来来，喝茶。多谢。哎，这一路你也没有看我一眼，也不同我说话，为什么？如果日后你真的进了学堂，还得叫我一声小师兄。你的考学品行都与我息息相关，到那时候，你可不能像现在这样，想不理我就不理我啊！我不是不想理你，我只是有点害怕，害怕你会一直认为我还记恨着你，所以啊，有点尴尬。哦，还是孩子气。不，这叫少年气。好。那你且说说，为什么你觉得我会以为你记恨我？因为你来了，我师父死了。哎，这是事实。可这却是两件事儿，这两件事看起来有着脱不开的干系，但归根结底，若不是一开始我的剑灵舞剑，大家也就不会认为我的师父还活着，深藏乾东城，那我的师父也就不会死。所以这么看起来，真正害死我师父的人。是我呀！哎，你千万不能这么想，你要这么想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唉，放心吧，若我真是一直这么想，也就不可能走出乾东城了。我真正的杀师仇人，是那两个不明身份的无法、无天。对于这一点，我非常的清楚，所以还请雷兄，还有小先生，不必多虑。你看看，明事理，不愧是以后要做我小师弟的人。你的话还没有说完。不错。尽管我想了很久，并且想了很多道理来说服自己，可我的心中仍有一股怨气。若不是你来，或许我的爷爷加上我的舅舅就能护住我的师父了。所以，我心里仍然很想打你一顿。好，那便等有朝一日，你能打得过我的时候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你小子好大的口气啊！你可知道我们萧若风可是李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？我呢，虽然比他早入门几年吧，但我却不是他的对手。等你要能打得过他，估计也得等你七老八十了吧？很快他便不是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喽。哦，为何？因为那便会是我了。哈哈哈哈！来。公子，说，学堂的文书到了，是让你担任这次学堂大考的初试考官。来人还特地强调了，这是知会，不是商量。师父明知道我并不喜欢抛头露面，却非要让我做什么初试考官，还真是老顽童啊！这就叫能人之所不能，不能人之所能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为了捉弄我们，为难我们，以此为乐呗。哎，你说这百里东君入了学堂之后，发现他未来的师兄，他早就认识了，会不会很失望啊？公子，你说
就算是小先生选出来的人，也得要通过学堂大考才是。可为什么听公子所言，好像这个人就一定会是百里东君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是个好问题，你倒是回答呀。看来，这出世的题目，我要好好想想了。天启城总算到了。我以前住过天启，却从未好好看过这城门。听说当年白羽剑仙也曾问见天启，救下他即将被砍头的徒弟。临走之前，还一剑把这牌匾给砸了。世间高手，无一人敢拦他。这个故事是真的。我也要这样。这可不行啊！这是杀头的死罪啊！那当年白羽剑仙被杀头了吗？呵，谁杀得了他的头啊？他呀，可是剑仙啊！那就等我以后也成了什么仙，再一剑把这牌匾给劈了。我以你们二位先行到这儿，二师兄送东君回学堂，我先进宫了。驾！走吧。驾！驾！天启城啊，路还是那么宽，比乾东城大太多了，真适合畅游一番啊！是啊，遥想当年，我与顾剑门也曾在这天启城中并肩游赏，如今你却被顾家所弑，牵败于西南岛。既然你有意探寻此间风物，我便先行返回学堂了。小姐，二小姐，姐姐，鲜切的山牛、羔羊肉，还有薄如蝉翼的鱼片，男爵财产的凤菇，我先吃什么好呢？先吃什么好呢？我就知道阿姐对我最好了。是当二小姐心心念念着，小姐一大早就暖好了锅，炖好了肉。那当然了，她可是我阿姐。不着急啊，好吃的可多了。姐姐这次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，带回来好多新鲜玩意儿。江南的3米花糕，朔风的9曲花肠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姐姐，我都想吃。哎，你们这次去柴桑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据说那里繁华至极，还盛产美酒。阿姐，你有带回来吗？青儿何时这么喜欢喝酒了？这次去行程匆忙，倒是忘了带。哎呀，无妨，下次再去嘛。小姐，小姐，二小姐，是莫奇轩呀，坐下来一起吃啊。出去说吧。何事？百里东君已经到了天启。天启。现在这个时间，他是要……没错。学堂大考。星儿，
有什么事儿，阿姐他们需要出去说呀。你们此次出行有遇到什么事儿吗？阿姐总是心事重重的。小姐她……哎，星儿，你待会儿再去帮我拿一盘羔羊肉，那个肉太好吃了，还有那个凤菇也拿一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刚刚说姐姐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你就踏实吃吧。你姐姐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小姐，不能再犹豫了。他若是真的进了学堂，有了李先生的庇护，我们北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天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来天启第一件事儿，雕龙小柱。驾！谁呀？竟敢在背后偷袭本小爷！雕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你刚刚说想喝，现在还想喝吗？想。嘿，我不让你喝。哎。你这人。天启城，你才走了一小半，还有一大半，今日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的路，等你能从这院子里面走出去之后再说。你谁呀你？哟，胆子很大，气势很足嘛，就是没有配得上的能力。一马关进天启城，还早了些。这个青笋也超级好吃，一会儿再给你拿点。姐姐，你快点儿，我都快吃完了。这羔羊肉可好吃了，你多吃点，我让仙儿待会儿再去拿一盘。星儿，怎么了？我呢，要去一趟北离的天启城。你在天外天替我遮掩，瞒过吴相使。什么呀，阿姐，你刚刚回来又要走，我就知道莫奇轩来准没好事儿。我以后看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青儿，乖，我不听了，我今天是聋子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只吃东西。你就当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？青儿，等忙完了，我们北阙就能复国了，爹爹就能出关了。
你不想爹爹吗？可是我更想你。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天外天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我这次把心儿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小姐，青儿，去吧，早些回来便是。阿姐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早些回来，不要让青儿等你那么长时间。嗯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哟，醒了。哎，悠着点，这下可让你睡了一整个白天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记着我是被一个老头给打晕了？哼，老头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说话的语气跟我们师兄弟几个还真有点像，难怪老七看上你了。你在说些什么有的没的？这是在哪儿啊？打晕我的老头是谁啊？这里是稷下学堂，能打晕你的人自然是学堂的李先生。啊，不对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也会是你的师傅。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学堂李先生。啊。堂堂天下第一，怎么还偷袭呢？师傅他老人家就爱开玩笑。行了，今天也是你第一天到学堂，带你逛逛去，走。哎，去见那老头。不，老先生吗？哎，放轻松，叫老头我喜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老头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别说是你了，如果这老头吧不想见我们，我们几个师兄弟去求他都没有用。但如果他想见我们，就是我们跑到南绝去，他也能轻松的找到我们。哎，算了，我说不明白，走，快点吧，别磨叽了。嘿，谁磨叽啊？等等我。哎，你看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去用个膳，丢了小猪怎么样？我请客。不怎么样。雷师兄。哎，对了，你听好了啊，这几天不准踏出学堂半步，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为什么？不用问那么多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以你的身份，多少人盯着呢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是学堂的弟子，你安分点吧。啊？我还不是学堂弟子，可你们不都告诉我我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吗？孩子，谁给你这样的勇气和自信呢？你不过是老七找的一个备选罢了啊！雷师兄，雷师兄，哎，对了，就在昨日，天启城最大的赌坊千金台开了一个新的盘子，就赌这次学堂大考谁会是那个老头啊？不对，谁会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？虽然吧，你的名字呢还没有被世人所熟知，大家都以小先生所选代替，但是赔率出来了，1比1，1比1。哎，不错，看来我在大家心里还挺受欢迎的嘛。哼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又不傻。这肯定是小先生的功劳啊。这是一点，还有一点。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你。这千金台的涂大爷吧，虽然刚继承家业不久，年纪也不是特别大，但他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但凡他看过你一眼，这个赔率肯定得改。你什么意思？自己品。雷师兄，哎，走吧。
这就是小先生和雷师兄带回来的那个。好年轻啊！当然年轻了，小先生才多大？小先生天纵奇才，谁能和小先生比啊？那他带回来的这传说中的关门弟子，可不得和他不相上下。哎，莲火山，万一我最终没被选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没大没小。若是师傅没有选上你的话，不用灰心，内院还有其他12位师范，他们也收徒的呀。万一他们哪天看上你了呢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但是你也不用那么灰心，你想想啊，再不济咱们上外院去啊，外院大，好进。它呢，等于是天启城中那些贵胄公子哥们混个名声的好地方。像你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若是说你想去外院，别说什么时候了，明天你就成了外院的座上宾。但如果你也不想混名声，也不想混时间的话，你就等个机会，来年再考呗。但如果你来年再考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李先生的关门弟子了。所以说我这么气势汹汹地杀到这里，很有可能再垂头丧气地滚回钱东城。没错。为什么我来之前没人告诉我？我们没说吗？不对，你这事儿不能怪我。你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，你就已经展现出一副天启城是我要施展拳脚的地方，我已经准备好粉墨登场，而我跟萧若风只能起立鼓掌。谁呀？这都躲不过，上外院去吧。可以。哎呀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一见大开眼界。果真如此？真是。据说有个外院弟子想测试一下他的功夫，拿个桃朝他的脑袋上扔过去了，他竟然没有丝毫发觉，被砸了个正着。所以说呀，就这么样一个人，怎么入得了小先生的眼呢？他在隐藏实力。不能，以小先生和卓墨公子的性格，他们不至于干这种事。除非呀，他真是个废物。那小先生为什么要个废物呢？谁知道呢？兴许过几年啊，他就不是废物了。好笑吗？徒儿呢？听曲儿去了。他也是个废物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回头替我找个人，查一查小先生带回这个人的底。遵命。回来。去库房支1000两黄金，替我找个人压个注。压谁呀？哼，就压小先生所选。是。在安。尊师，如您所料，小姐独自前往天启。小姐行事优柔，似乎对复国之事也有所动摇，而且仅凭她一个人，怕是难将百里东军带回。你和齐宣一道悄悄暗中前往，必要之时，别好推波助澜一番。是。
无法无天还没消息吗？无法无天二位尊使被如仙废了1半功力，断了经脉，先行遁走，自此便没了踪迹。我们的人后来去找，也没找到。也罢，此次我让仵作随2人同往，他已先行一步，必要之时，他会出手相助。我们离家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许多人都忘记了家乡的味道是什么。只有教主出关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才能再回去。雨季，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竟然把小姐的行踪告诉吴相使。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。我去你的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！齐轩，别忘了我们要回家。尊使让我们合围，隐匿暗处，推波助澜。何时动身？明日。我知道了。你走吧。